于有为，我们已经决定转让股份，你看是你收呢，还是我们转给别人？转让股份？对，我们也要转让股份，都要转。张伯伯，你也是这么打算的吗？有为啊，自打公司出事以后，我们的股票一跌再跌，现在都成垃圾股了。目前丁董这种状况，我们实在是失去信心了，所以也只能自保了。我爷爷，于有为，你就不要再隐瞒了。丁董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了，如果丁董现在还清醒，我们还能抱有一线希望。可丁董现在都糊涂了，就靠你这个打鱼妹，不好意思，我们没有信心。对，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谁说我老糊涂了？董事长，爷爷，爷爷，怎么都不说话了？董岩，哦，昨天咱们不是聊得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要散伙呀？没有。这算起来，你也是个老股东了。我记得，那还是我们丁家帆船队得第一个冠军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丁氏集团的联合投资人了。贾洪涛，董事长，我没叫错你的名字吧？没有。就数你嗓子大，我老远的听见你在这叫唤，怎么你也不想在这干了？啊？我记得你是从 AJ3的时候加入的吧？是。这算起来，你也算是个老人了，啊？从 AJ3 到 AJ5，这么多年了，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咱不都挺过来了吗？怎么到了 AJ6，你就没信心了？董事长，要是没信心，我们就不会投钱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您看看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我们亏了多少钱啊？自从韩氏推出了新型帆船，我们就一个劲儿的往里搭钱，我们就没挣过钱，我们就没见过现钱，我们全部往里赔钱，我们投的钱全都打到水漂，我们这些股东怎么办啊？我们得养家糊口，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对呀，你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我们个交代啊！赔我们钱，对呀，你得给我们个交代。爷爷，我爷爷今天有点不太舒服。今天大家的意见我都收到了，我们找时间再商量此事。好，有为，我们给你几天时间凑钱，希望呢你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洪涛，我们走。走什么？董事长，报表你也看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啊？今天很简单，要么公司赔偿损失，要么我们转让股份。你该不会是老的连报表都看不懂了吧？我爷爷今天真的是累了，他最近休息的不是很好，有什么事情，大家找我。找你？董事长，还记得他吗？他是谁？他是陈经理啊。陈经理啊！啊。哎呀，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董事长现在都这样，那我是谁呀？怎么办？你是谁呀？我是谁呀？家东，你够了！我说过了，钱我会还给你的，我说到做到。叫他们是谁呀？这么在这胡闹啊？爷爷，哟，这是什么啊？我们几个股东的特点都写在上面，怪不得他记得这么清楚啊！对于一个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来说，也真是难为你了。
江无头，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对我爷爷这样？他们谁呀？他们在这干什么？啊！都给我走！你们是谁呀？都给我走！都给我走！念在我们追随过他一场的情面上，今天下午会议室2点见。爷爷，没事了啊，我们不怕，他们都是公司的董事，没事了。啊。爷爷，你干嘛要这么做呢？爷爷没事儿，都会好起来的。哀家永远在你的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好2点钟，怎么还不来？不会是耍我们吧？你安静一点行不行啊？多等1分钟，我的钱就多损失1笔。2点钟，他于有为要再不出现，我立刻走人，把我的股份全卖掉，1分钟也不多等。哎，杜律师，韩家这么做，我可不可以告他们侵权？有为小姐，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AJ6 的原始设计和创意是您的，同时我们有证据证明韩家目前的产品和您的原始创意有足够大的关联性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告他。只是这种案子时间会比较长。那好。哦，另外，那件事情，我现在是否有权利那么做？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只想知道，从法律上，我能不能那么做？可以。那就好。不等了。稍等一下。2位董事，上午的争执，实在是抱歉。于有为，你也别跟我们绕弯子了。你现在是董事长了，我就想知道，我们的损失，你打算怎么补偿？如果你做不到，那好，我们只有转让股份，别无选择了。其实，我已经想到了扭亏为盈的办法。如果说2位现在要退出的话，那损失的只有你们自己。那，你是怎么个扭亏为盈法？啊，来，虽然韩氏抄走了 AJ6 的数据，但是并没有抄到 AJ6 的精髓。AJ6 真正想要做的，是适合于青少年操作的新型帆船品牌。青少年？你疯了吗？谁会花那么多钱为青少年设计帆船？我爸爸就会。我爸设计 AJ 系列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给自己的女儿一份属于她的生日礼物。所以 AJ6 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爱和希望。更确切地说， AJ6 更应该叫做是希望号。希望号，希望号连个影都没有，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是我在丁氏拥有的所有股份，现在质押给你们。如果研发失败，如果没有办法挽回公司的损失，你们就可以取代我，丁氏就是你们的。成交。
什么？你们已经答应了于有为的条件？为什么呀？他把他在丁家的股票全部抵押出去了。他的产品，如果在公司不能扭亏为盈的话，他愿意无条件的把他的股票全部赠送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是啊，没看出来，那个黄毛丫头有点魄力。你的意思是说，他要研究新的产品？难道有比 AJ6 更先进的设计？说是什么希望号，我看比 AJ6 差远了。他首先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他已经通知律师，发了律师函过来。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应付吧。他真的准备起诉？你不会到现在心里还没底吧？怎么可能心里没底？但这于有为要是通过法律途径，肯定行不通。他要是想研发新的产品，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哪来的经费啊？这个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他做好了，更好；做不好，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我就怕之前的 AJ5、AJ6的事重演，到时候又会牵连到我们了。没错，现在谁帮的谁倒霉。江总，您今天怎么在国内啊？还不是因为这个？这是于有为发过来的吧？你有应对的方法吗？当然有办法了，江总，您千万不要担心，这根本就不会影响我们这边的合作的。那么说来听听，你是怎么应对的？说到底 ，AJ6的相关数据都是从丁家那边拿过来的，于有为掌握着关键技术。你有相关研究的证据吗？江总，是这样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全盘抄袭 AJ6的这个技术，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所以，他就算告我们，也未必能赢。而且你也知道，帆船界这么多产品，这技术重叠是很正常的现象，您真的不用担心。我怎么会不担心？即便他们赢不了，说出去 AJ6的名声会好听吗？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了应对办法。啊？你好，于世威。你好，江总。来，艾佳，你有这么能干的亲弟弟，怎么不早点介绍过来？当初 AJ6开发的时候，世威也参与了，现在有了世威的帮助，于有为就很难说是我们抄袭了他的项目了。更何况，世威对帆船的专业性，让我刮目相看。我不常在国内，所以我决定，他全权代表我。负责跟韩家合作。现在他已经是平亚集团在中国区的总负责人了。世威，你什么时候？以后在谈工作的时候，请你不要直呼我的名字。那好，恭喜你！既然你现在加入平亚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今天来呢，当然是代表公司跟你谈合作的。但是至于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那纯属战略机密。我想，我没有必要跟丁小姐汇报。世威，于世威，你怎么回事？你不用知道。你要跟我作对是吗？我没有功夫跟你作对，我只知道如果还是一无所有，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和韩明竞争。这个理由你满意吗？韩明，又是为了于有为，你们一个个都为了于有为，于有为有什么好的？你们想过我的感受吗？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于世威，杜律师，今天不管他们派谁过来，您一定要帮我们上诉。有位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按法律程序为你讨回公道。好，坐。请。各位久等了，今天我还带来一位朋友。首先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世威，你怎么会在这儿？世威现在是平亚集团中国区的总负责人，而且对我们 AJ6的技术特别了解。今天他是代表平亚集团过来谈话的。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在平亚工作？有人欣赏我，让我成为了平亚的一员。我今天来呢，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怎么，不高兴？为什么？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平亚工作？于有为，世威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不管你们私下是什么关系，但请你注意现在说话的身份。世威他现在可是跟董事长平起平坐的。哎，各位，既然来了，那就快速进入我们的主题吧。有位。于有为，那现在关于 AJ6的事情，你确定还要上诉吗？于世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官司就算打，你也未必会赢。你知不知道我研究 AJ6研究的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这个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为虎作伥？你是我的弟弟，你一向是站在我这边的，你现在为什么站在我的对面，代表平亚跟我说话？于有为，什么叫为虎作伥？我告诉你，你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小心我告你诽谤！你闭嘴！你给我闭嘴！我现在在跟我弟弟说话。当初我一无所有，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只会惹事的孩子。现在呢，韩明有的我都有，而且我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我可以给你更多的东西，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辛苦的研发了。现在的我，权力、金钱、地位，我通通都可以给你。我拜托你清醒一点，我求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知不知道 AJ6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你怎么可以把它卖给韩国人？技术是谁的，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你知道我在乎的是什么。世威，我以为你经历了那么多能成熟起来，想不到你还是那么胡闹。胡闹？那我们走着瞧。官司的事情，我希望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于有为，韩明，
请二位慎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从出院开始，侍卫他就变得不一样了。只是你没有告诉我。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诉讼已经不行了，你设计 AJ6，侍卫有参与，而且这个没有说清楚。我现在只能去找你爷爷试试看了。你别跟着我啊！你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啊？跟到您答应我为止。这事儿不可能。韩爷爷，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只要您可以把 AJ6还给我。行了行了，你别做梦了。哎，你真是丁老头的孙女啊？你跟丁老头一个德行，那丁老头也是。哦，派你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来，我就能把那个专利给你了。他以为他是谁呀？你是谁呀？韩爷爷，我爷爷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拜托您，您就看在你们两个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停，我跟他没交情啊！当初要不是他跟我翻脸，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也不会就这么把他打翻在地。这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他。哎，韩爷爷，我跟你说啊，你再跟着我也没用，说什么也没用。哎，小心，韩爷爷，韩爷爷！你救人呐！快救人呐！快来救人呐！看看去，快来救人呐！快点帮忙啊！不能动，不能动，先别碰他，先别碰他！救护车吧。那个，你有电话没有啊？哎，你怎么样啊？没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你说你这孩子也是，我一老头我都能站得稳，你怎么就能从那台阶上滚下去呢？海上待的时间太长了，船上站得稳，地上站不稳。我没事儿。韩爷爷啊，韩爷爷，哎呦，什么话说？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件事情，麻烦您再考虑一下吗？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手都这样了还提那事儿，伤好了再说吧。哎，这么说，是有希望了？哎呀，有什么希望啊？我说伤好了咱们再说好不好？以为你真的受伤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怎么从台阶上摔下来？为什么你跟我爷爷在一起啊？你净问他受伤了没有？你怎么不问问我受伤了没有啊？对了，爷爷，您受伤了没有？没有啊，没事就好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哦，我本来是跟爷爷一起晨跑的，可是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就摔成这样了。那你下次小心一点啊！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我很心疼你的。
知道了。来，让我看看，又怎么了？要想腻歪回家腻歪去，啊，这是医院，懂不懂？什么懂不懂啊？在医院不能关心女朋友吗？真是的。哎，没事吧？来，我们走吧。啊，疼吗？你觉得呢？要不然，你滚下台阶一个试试。无缘无故被人撞到，那个跑步的人也真是，跑步不戴眼镜的。是啊，那个人跑步怎么不戴眼睛啊？哎呀，不过也很正常啦。那个山路那么窄，人碰到人也是常见的嘛。下次小心点就是了。哎，对了，尤伟，你为什么会去跟爷爷跑步呢？其实我是想让他让出 AJ6。他答应了吗？你爷爷对我爷爷的成见太深了，他巴不得丁氏受损了。不管我怎么跟他说，他始终都不答应。我去跟他讲。哎，你别去，你去了反而不好。你爷爷会以为是我在利用你。不过在医院的时候，你爷爷的口风好像有点松动了。小心！韩爷爷，小心！我爷爷。喂，爷爷。你现在是在丁老头家吧？对呀，因为佑威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想多陪陪他。我没说不让你陪，我是说呀，明天下班以后，你把他带到家里来，我请他吃个饭。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爷爷，我没听错吧？别废话了，明天人必须带到。好的，没问题。再见，挂了，爷爷。怎么了？有什么事吗？爷爷说让我带你回去吃饭。难道他同意了？应该是。什么？你要把 AJ6还给于有为？那毕竟是人家的东西啊。那咱们之前做的不都白费了吗？你想，我们这么辛苦的把 AJ6数据弄到手，新型帆船也推出了，国内外客户呢也都陆续找我们了。要是现在把专利给他的话，那不是自断财路吗？也不是就完全给他，咱们还参加分红呢。那多没意思，这大头都让丁氏给占了。行了，年纪轻轻的，别那么爱钱。这真不是钱的事儿。韩爷爷，您是不知道之前我为得到这个数据冒了多大的危险。我知道。现在世威也过来了，他有最原始的研发数据，丁氏根本就告不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世威还掌握了最核心的数据。咱们要是现在放弃了，真是挺可惜的。你放心啊，我之前答应你的事儿绝对不会变啊。你呢，就好好的做你的股东，年底参加分红就行了，别的事儿啊别管啊。韩爷爷，您不是一直想要看到丁氏倒霉吗？怎么现在变得心慈手软了？我一直想让丁怀元倒霉，于有为就是一个小孩子，我犯不上跟他弄得你死我活的。那，有什么话你说呀？是这么回事儿。您当初不是答应撮合我和韩明哥在一起吗？
那现在是不是？咱们现在谈的是生意，跟其他的事儿没关系。啊。这现在我反而倒是觉得这个于右威没有那么坏啊，是吧？韩爷爷，他要是不坏，要是能真心对韩明哥，我早就退出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您清楚。您总有一天会发现这一点的。还有，至于 AJ6的事情呢，既然您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您。哎，好，你也看看想吃什么，就点您爱吃的鲍鱼吧。可以。好吧，服务员。虽然咱们今天是在家里吃饭啊，但是我这些所有的菜都是从大饭店里点来的。我喜欢家里的这个气氛。你啊，一定要多吃啊，身体刚刚受过伤，多吃多喝，好好的补一补啊！来，谢谢韩爷爷。爷爷，您特意叫右威过来，您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吧？没了？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还让我写一篇长篇大论，照着稿子念呀？意思到了就行了。那你要告诉右威为什么要请他来吃饭，要不然他还以为来吃鸿门宴呢。胡说八道，什么鸿门宴呀？那个右威啊，是这样啊，你看你那天呢，奋不顾身的救了我，自己还受了伤。这件事儿，要是如果搁在我从那个台阶上滚下来，我早就粉身碎骨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你。爷爷，您千万别这么说，那是应该的。当时是情急之下，我压根儿也没多想。你看看，这就足以说明，是吧？你本性善良，什么都没想就能干出这么好的事儿来。那当时我还指着鼻子骂过人家的，还诅咒过丁老头呢。这要是换了别人，早把我推下去了，还救我呢。来，我真得谢谢你啊！来，谢谢爷爷。那爷爷，那等于说右威救了您一命，您打算怎么谢谢他呢？您不会只请他吃这顿饭吧？你怎么老是吃里扒外的？嘿，右威啊，我最近想了，你一直想让我让出专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您说什么条件？丁氏的 AJ6 所有的利润，还是要参加分成。至于怎么分，我还没想好。如果你要能同意这一点，我会让我的团队跟你谈。行，只要您可以转让 AJ6，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谈。说好了咱们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怎么又谈起工作来了？你挑的头，我跟你说。是您先说工作的。是我先说的吗？我提议，就为了我们今天3个人一起吃这顿晚饭，来干一杯好吗？干！来，干杯！你好。请等一下。怎么了？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什么事？你说吧。事情是这样的。好啊，条款不错，那我就把 AJ6给你们了，啊！谢谢韩爷爷。等一下。韩爷爷，这份协议不能签。不是为什么呀？韩爷爷，您被于右威给骗了，他其实没有您想象中那么单纯。那天从台阶上摔下来，他是用了苦肉计。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进来吧。
那天是你撞的我，是不是？啊？于小姐，你怎么知道我是于小姐？你忘了吗？那天可是你让我撞到这位老爷爷的。什么？那天你找到我，让我帮你办件事，事成之后你说可以给我丰厚的报酬，于是我就按你说的办了，把这位老爷爷撞倒了。但事成之后，我良心不安，一直想找这个老爷爷道歉。对了，这是你给我的钱，还给你。不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人怎么胡说八道呢？于有为，现在事情已经败露，你以为你的一句不认识，就可以推卸所有责任吗？恐怕没那么容易。韩爷爷，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我虽然是很想得到 AJ6，可是我怎么可能拿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您的生命安全去做赌注呢？于有为，事到如今，你抵赖还有用吗？你是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出卖你的人格？你来陷害我啊！你到底为什么呀？于有为，人家是无辜的，你现在装不下去了，就开始乱咬人了吗？我没有你那么卑鄙，我不会用这么低劣的手段。你这是在狡辩！你才狡辩呢！行了，都别说了。看来今天这份合同是没法签了。韩爷爷，这件事儿不管是不是你做的，我都不能听他一个人的话。但是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份合同没法签 ，AG6我也没法给你。你走吧。韩爷爷，你听我说，你别说了。韩爷爷，您今天可以不签 AG6的协议，但是我麻烦您仔细想一想。他怎么会去找到那个人？他当时在现场吗？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很蹊跷、很奇怪吗？我真的希望您可以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被人利用，被人骗了。于有为，事到如今了，你还装什么好人？哎，你还站这儿干嘛呀？对不起。韩爷爷，这力道行吗？你说你是怎么找着那个男人的？我啊，我就是这么挨个问过来的。您要是不信，到时候您过去查访。我当时啊，一听说您出了事，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至少也要把那个人给揪出来，给您道个歉。后来我去这山上找那晨练的人，最后就给找着了。哎呦，这事儿可真难为你了。你说这个于右威，可真是不一般呐。他干了坏事儿，完了还那么义正言辞的，这我以前可没看出来啊。可不是嘛，您才看出来呀？我早就说过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呀，我一直都在说，他不可能真心对韩明哥的。哎，这事儿我现在也没什么把握。这样啊，咱们先放他一马，看他以后怎么样，好不好？好。你也歇会儿吧，不捏了，不捏了。啊、哎呀，韩爷爷，别操心了啊。于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无能为力。麻烦你了，谢谢。您慢走。
有没有空啊？找你吃个饭。没空。我整天看着你为那个鱼友为忙前忙后的，都顾不上自己，这可不行啊！哀家，你不要再装好人了，好不好？你怎么就从来都不相信我呢？我也不指望你能相信我，但我想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公司。